豪门正统在海天，原汁豪肉熬出鲜。感谢鲜蚝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。春季换新不用愁，天猫新货啥都有。感谢承包你春季购物车的天猫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重磅升级9维营养全覆盖的新一代飞鹤卓瑞奶粉赞助播出。打开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，点击底部节目活动图标参与互动 ，call out 喜欢的演员上台咔咔。哎呦，不错啊，广志现在出行都是商务车接待了。哎，平时也不错，这不是今天录节目吗？哎，这录主咖有啥讲究没？我第一次来还有点紧张。哎，其实也没啥，这不是音乐场吗？嘉宾的歌你都听了吗？白小白的歌我特别喜欢。哎，就这首，谢师傅，这歌我熟，短视频老刷着。哎，师傅，这是腾格尔版的吗？滕老师网速够快的。哎，这期还有孙楠，师傅，来首《拯救》呗。这歌滕老师也翻过。滕老师出道这么多年，他翻唱的歌多，很正常。哦，也对。哎，师傅，腾格尔版的《奔跑》有吗？最终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山根的力量，浩瀚的海洋。滕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因为啊，这是我的车。嗨，我说广志，你咋坐上这种好车了？你蹭的跟滕老师似的。来都来了，要不我给你们唱个《天堂》？不让滕老师，或者卡路里？不，您留在别的晚会唱就行了。最好今天节目上也别唱。燃烧你的卡路里。风北炮中起，主咖和他的朋友们，歌手季首发主持人胡海泉。欢迎来到主咖和他的朋友们歌手季，我是本期的首发主持人海泉。哎呀，说实话，站在这个位置，我心情特别复杂。以前呢，做主持人啊，手里拿个手卡，任务呢就是报幕串场，偶尔还瞟两下嘴，然后呢被身边的何老师调侃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如果没有何老师在呢，我还是会有些紧张的。于是呢，今天来这之前，我特意邀请到了何老师来跟我一起主持我们这个主咖歌手季。话不多说，欢迎我的搭档何老师。大家好，何老师，海泉哥好，海泉哥好。我是何老师，你们好，海泉哥好。身边有了这个何老师哈，何老师春节发生了什么？吃胖了一点，吃胖了点。身边有了这个何老师，我熟悉的感觉真的又回来了，灯光、心跳，连呼吸到的每一丝紧张的空气都那么真实。好的，海泉哥啊，那就有点生硬哈，快给观众介绍一下本期歌手季的改版亮点吧。好了，本场竞演的形式呢非常的特殊，为了解决观众怀疑歌手修音和直播事故太多这2个大难题，我们决定本场既不唱歌也不直播。对，全程录播，就这么先进。而且呢，歌手们呢将用无伴奏、无旋律的形式来进行表演，从根源上杜绝被批评不好听的风险。但是有提词器。那一切准备就绪，主咖和他的歌手朋友们特别版录制正式开始。好，首先呢，请允许我介绍本场的大众听审代表。
非常随机，就是随机从现场观众中挑选了2位，欢迎大众听审代表贾浩、梁远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正式介绍本场歌手的首发阵容。首先有请短视频现象级歌手，坐拥7700万粉丝的白小白。接下来是来自河西走廊的神秘力量，世界音乐歌者卓莱女。太帅了！从女团 C 位到新生代唱将，欢迎4登春晚的希林娜依高。接下来登场的是一开口就是万里草原魔性翻唱的鬼才腾格尔。接下来，东王影视剧 OST 最早的神，欢迎孙楠。好，最后有请本场踢馆主持人张绍刚。咱俩现在怎么又来了？这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什么踢馆主持人？我是这个小破节目的指定主持人。还主咖和他的朋友们歌手进，一下拉低了2个节目的档次。还好我们节目也没有什么档次啊，而且所以主持人巴拉巴拉说那么多，最重要的话一句没说。名人不说暗话，各位好，欢迎来到由现豪现豪的海天豪油冠名播出的主咖和他的朋友们，我是指定主持人张绍刚。这期的主题叫音乐听谁的？其实音乐比我们要大众，大家知道现在市场有很多很多的音综，是吧？观众的选择很多，那脱口秀能看谁的？要么腾讯的，要么腾讯以前的。你看最近我们那宝藏被挖的啊，音乐也有很多宝藏。我真的是把大家当朋友，跟大家交心啊。我想分享一个我的音乐宝藏，一个小众歌手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。毛不易老师有一首歌叫《等自己》。那首歌里面和毛老师一块儿唱的，大家可以搜一下看看。哦，没手机哈，那不用搜了，就是我。你不用
管唱的好听不好听，你就说小众不小众啊。说自己不是为了夸自己，咱们叫抛砖引玉。嘉宾就是那些玉。我们今天这一场是本节目开始以来录制嘉宾最多的一场，就有一种节目组害怕预算花不完，省下来的钱得做第2季那种感觉。来，先看 VCR。华语乐坛出事儿了。有人这样说道：一边是流水线生产的短视频音乐大行其道，够不够魔性洗脑，有没有梗，能不能拿来拍变装转场，似乎成了评判歌曲的标准之一。另一边，成名歌手们想要维持曝光，往往上音综贩卖情怀，反复翻唱老歌。而就在那些坚持做优质原创的音乐人苦苦寻找听众时， AI 音乐却已经悄然崛起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些问题，本期节目都解决不了。都解决不了，说它干啥呀？我们只能请来一些不同类型的音乐人，用他们并不擅长的脱口秀的方式，让大家快乐，尽量快乐几分钟。首先来说，老牌实力唱将孙楠，有很多虽然有点过气，但当年真的很经典的作品，比如《拯救》、你快回来、风往北吹等等，也贡献了很多经典名场面。没错，你知道我想说什么。声音量关了。以及在《我是歌手3》上突然退赛，所以我决定放弃下一轮的歌王争夺。帮汪涵贡献了救场名场面，说要把机会让给弟弟妹妹。我想让我的弟弟妹妹们呢，能够继续向歌王冲刺。这一让就是7年，可能是没熬过7年之痒，他嗓子痒了，又在歌手2024回归，跟弟弟妹妹们又争又抢。虽然自己身材暴瘦，看起来很清爽，但又因为唱功很牛，唱法很油，被说是牛油型歌手。之后就奖励自己上综艺，跟登陆少年组合玩游戏。果然，人年纪大了，干什么都很心酸。另一个想靠近年轻人的老艺术家腾格尔，来自草原的老百灵鸟，一首《天堂》让大家记住了他独具一格的唱腔。年轻的时候还搞摇滚，当啤酒协会主席，也算是个斜杠青年。直到把《隐形的翅膀》唱成了《钢铁之翼》。我知道，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。他一发不可收拾，感觉想把所有歌都在他嗓子里过一遍。燃烧你的卡路里。原来草原的原是2次元的原。另一位民族风的音乐人者来女，因演唱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主题曲进入大众视野，也因此作为接榜歌手上了《歌手2025》。但相比作品，大家貌似更关注他这个人，有很多马甲，是者来女，是曹雨涵，是曹孟菲，是李翠霞。但最后为什么叫者来女，想必一定有很深刻的寓意吧？对此他是这样说的：者呢，我就会觉得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；者来呢，就是来啊来啊来。然后我是个女孩嘛，叫者来女。啥玩意儿？虽然现场表现神一脚鬼一脚的，给胡海泉都唱笑了，被质疑是录音室歌手，但对自己的高音很有自信。不管了，直接 Lady 啊！我表示我不服。接下来说说新生代歌手希林娜依高，被民间称为乐坛新4小花，曾参加创造营，以第1名的成绩出道。所在的组合虽然叫硬糖少女303，但其热度可以说是404。黄晓明都以为是什么2次元黑话。1010你是不是最棒的？我303。他说了句啥？是2次元的话吗？当时他就被质疑外形不像女团，但他以过硬的唱功证明了他绝对值得女团的 C 位。这声音我太喜欢了。直到在春晚上演唱了催泪名曲《是妈妈是女儿》，狠狠出圈。原来伯克利的这么有含金量。虽然也有一些争议，比如被乐评人批评迎合下沉市场，被网友质疑卖惨炒作，但还是在认真做音乐。我看着这个视频了，搞抽象也挺认真。硬要说的话，他最大的缺点是演技不行，在春晚魔术上的反应有点太浮夸。另一个新生代歌手白小白，可能是本场嘉宾里作品网络传播最广的。你也许不认识他，但你多少在吃席的时候听过他的歌。在短视频刚兴起的时代，就靠着一系列热曲狂揽全网7000多万粉丝。最近还上音综，因为跟乐评人梁元幽默互怼，再次出圈。有些时候这个批评也看缘分，没什么缘分，咱俩粉丝你也涨了。我这儿留言都是你咋没赶上呢？谁让你没赶上？你看你这么像呀，这人。哎呀，都让我赶上了，
我是指他比较幽默，梁元一般。你们两个真的很有意思。说到这个梁元啊，小嘴儿也是抹了蜜。本科学的旅游管理，硕士学的书法，唯一跟音乐有关的就是参与制作了曾轶可的一张专辑，被评为曾轶可最烂的专辑。但还是以毒舌音乐人自居啊！我是希望大家能有机会多讨论讨论音乐。自称必须得说点真心话，频频锐评华语乐坛。吴克群装，欧阳弟弟差，华晨宇讨厌，邓嘉欣产品。对此，小鬼代表广大观众回应道：“你管得着吗？”但你以为他只是个普通乐评人吗？不，他曾经可是担任过音乐集团总监，本来可以待在幕后，但可能也是为了音乐产业的发展吧，不惜亲自下场挨骂。他真的，我哭死了。笑死我了，看我眼泪都出来了。说完这些音乐人，来说说主持人胡海泉。因为这几年老是上综艺当主持，大家都快忘了他曾经也是个歌手，甚至还拿过歌王，而且这些年一直在发歌。虽然没啥人听吧，但他还是敢开演唱会。演唱会也没人看。没事啊，他还可以回去做主持人呀。这首歌呢，也是小善第一次参与实习创作。主持也嘴瓢啊。没事。那他还可以当踢馆歌手呀。掌声有请终极接榜歌手。什么？踢馆也失败了？我真没招了。权哥，你想干点啥干点啥。没事，海泉哥，我可以给你推荐个活，你可以去代言海天蚝油呀，只要你的名字很合适。你看，海是海天的海，全是全部由新鲜蚝油熬化的全，连起来就是海天蚝油，全部由新鲜蚝肉熬化，鲜蚝鲜熬，加一点就好鲜好鲜。我的名字就不太合适代言，假蚝，因为海天蚝油是真的蚝。你看我说这段就没有嘴瓢，毕竟说谐音梗是我们为数不多还擅长的事了。听完这些嘉宾介绍，你可能会觉得当歌手真不容易，但如果你知道张老师其实也发过歌，你只会觉得做音乐的门槛是不是有点太低了？还是假唱的。但没关系，脱口秀的门槛更低。究竟这群音乐人能讲出怎样的段子？让我们把舞台交还给歌手张绍刚。这期嘉宾比较多，我们先说最宝藏的3位啊，腾格尔、孙楠和胡海泉。这3位啊，出道都早，都曾经红极一时，都有代表作，现在都那样吧。腾格尔多好，你说当年天堂多好。这几年也不唱了，就魔性各种翻别人的，一点自己的老本不吃，光吃别人的。孙楠呢？这些年老本也不吃，别人的也不吃，还瘦的，吃自己都饿瘦了。胡海泉，哎呀，去年出了个专辑，叫《流浪者食堂》。你就听这个名字，你是不是就有那个感觉？甭管是组合还是单飞，反正流浪归流浪，饭还吃得上。马上是2位女生，希林娜依高和葛莱女。这2位当中有一个是实力唱将。别瞎熬，你们觉得谁是谁就是。都擅长高音。但是略有不同，就是希林娜依高的那个高音，它像战斗机，是吧？就是爆发力强，很炸。葛莱女的那个高音呢，像仙鹤啊，空灵飘。他们2个其实可以组合，希林娜依高可以用自己的高把人炸死，葛莱女刚好负责超度。然后是一对欢喜冤家，白小白和梁元，他俩之前不是在那个音综里面互相怒怼啊，后来就有热度了，有热度之后就开始发微博，然后2个人说和解了。我就问你们吧，你们那个节目到最后是不是也是2辆车
把你们拉到一个地方，然后你们俩下车。什么玩意儿？今天2个人还事的，还手拉手来到这儿，是吧？手拉手啊？有吗？是真和好了，还是要？还是要故技重施？一会儿你们俩自己看着来，好吧？最后是我们的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广智和贾浩。大家记得广智之前上节目的时候，在节目里面羞于说自己的歌单，记得吗？所以我很好奇，今天这些歌手里有谁在他的歌单里？有吗？有请歌单很神秘的广智。大家好，我是广智啊。本来今天其实还挺紧张的，但是看到观众呢，连张老师都夸帅，你看，应该是遇到最包容的观众了。现在很放松啊。可以了，你们的帅一点含金量都没有，谁都夸。这一期你们也看到了啊，是叫什么音乐专场，但其实你们也知道，我们之前录过一次说唱专场，什么意思？是不是说我们暗讽说唱不算音乐？这里我澄清一下啊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就算是说唱不算音乐，但也不是说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是音乐的意思啊。梁元搜了一下简介，身份很多，前音乐娱乐集团总监、乐评人、书法研究者、音乐 UP 主，就这几个身份你细听，除了第一个总监我当不上，其他的几个一下午就能注册完。有时间就能当上，很明显梁元有大把的时间，这从侧面证明他那个总监不是什么正经总监，哪有这么闲的总监，都不如我们小区门口的托尼总监忙。开玩笑，他那个乐评人的身份是真的啊。这句最好笑。对音乐的点评其实是非常专业的啊，至少很有范儿啊。音乐节目里面，白小白唱完之后，梁元直接问白小白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白小白直接回怼，我都不想听。你这么说就整的提问的人很尬，你知道？就有多尴尬呢？你能想象吗？相当于是梁元起了个大范儿，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。白小白对着梁元哐哐哐打了一梭子，你赌对了，现在没有了。不对，这可还行。今天看到他俩同时出现呢，我也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，终于可以当面吐槽短视频热歌音乐性差土。坏消息是，这些歌我都特别喜欢。尤其是白小白，我可太喜欢了。都说他的歌词空洞，瞎说，我怎么就看感动了呢？不是，你们听听这歌词，我爱你就像风走了千万里，从不问归期。这哪是歌词呀？这不是诗吗？这哪是白小白？这不小李白吗？李白，我爱你，就像风走了千万里，从不问归期。你看，我就说在座的不全算音乐吧？者来女啊，我上次听到姓者的是者行孙，名字跟妆造都充满异域风情，但其实他是汉族，本名曹雨涵。曹雨涵2010年参加过第14届 CCTV 青年歌手大赛，演唱了一首《红颜一怒》，斩获85.690分，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拿了第90名。
这一怒气儿到现在都没消。为了摆脱这份屈辱呢，曹雨涵红颜一怒之下把名给改了。歌唱的一般啊，但是网友对葛莱女的审美还是非常认可的。有人看过她的歌单，评价说葛莱女还是非常有审美的，很有艺术的野心，只不过野心远超她的实际能力。我是头一回听说凭借野心在节目里立足的。华语乐坛有歌唱家、作曲家，葛莱女华语乐坛最伟大的野心家。自己听好歌，给我们听的是啥呀？野心勃勃的，良心坏坏的。西林娜依高，我说还能这么起名字？西林娜依高，怎么把身体特征写名字上了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应该叫何广智帅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西林娜依高呢，是一个偶像团体里的实力唱将，就怎么说，就这个称呼，它就相当于是脱口秀演员里的帅哥。就是偶像团体的实力我不太懂，但是脱口秀演员里的帅哥怎么说呢？就一普通人。腾格尔老师啊，地位非常高，但是属于年轻一辈，你不看履历不知道有多厉害的。我就好奇，就是为什么只有一首歌却能在华语乐坛有一席之地？后来我分析，是因为他的形象太鲜明了，他就是草原的代名词。你想一下，提到草原，你能想到啥？蒙古包、烤全羊，下边就是腾格尔了，就这么无可替代。腾格尔老师那个早些年特别爱喝酒，开过不少店，他先后开过4家腾家酒楼，都亏钱了，但他并不在意。他说开酒楼不为了盈利，主要是为了跟朋友们能有一个固定喝酒的地方。很明显，腾老师在草原里待太久了，都不知道租个房。而且腾老师呢特别爱送朋友东西，今天来呢给我们都带了礼物。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礼尚往来。腾老师，等会儿我也会送您东西。腾老师，等会儿您结束的时候，我送您上车。孙楠老师啊，汪涵的贵人。这次说请孙楠的时候，我说你们请汪涵了吗？就请孙楠。张老师听说孙楠要来，都不敢来主持了，属于知难而退。现在属于迎难而上。张老师主要是担心说，哎呀，孙楠老师要是不爱开玩笑怎么办？不是张老师，他都直播退赛了，他像不爱开玩笑的人吗？当然了，这是我对孙楠老师非常狭隘的第一印象啊。后来我是通过了解才知道，就是改变了我的看法，大为震惊。就是孙楠老师从小的梦想并不是当歌手，他的梦想是当工人。他从小就立志要当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，真假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当时没考上大学也是这么说的。孙楠老师就是会说话呢，直播退赛的时候说的是我要把机会留给弟弟妹妹们，你听听。我只知道他唱的好听，没想到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脱口秀的比赛我比到第5年才拿到冠军，我以前一直以为是我前4年不够优秀呢，今天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前4年我一直在给弟弟妹妹们机会。浩哥啊，我的好兄弟，终于有机会一块儿上主咖了啊，特别开心。其实当时浩哥最落魄的时候，在我家借住过3个月。其实他当时刚没房子住，就发了个朋友圈，我没点赞，我怕他找上我。但他最后还是拎着大包小包堵到我家门口，我知道躲不过去了。这时候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假装不知道这回事。我在那演，我说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没有房子住不提前告诉我？为什么专场卖不动票不告诉我？为什么没有钱不跟我借？为什么是你？
浩哥，我等会儿希望你能告诉我为什么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广志。谢谢广志的表演，最后一段不好。对，那么说人浩哥，毕竟人家是你浩哥，浩哥不要往心里去，说的不是你啊。我知道，就不一定是你啊。马上要上场的，我尊敬的腾格尔老师。腾格尔老师前2年开过一个演唱会，演唱会的名字叫腾格尔和他的朋友们。所以当节目组去邀请腾格尔老师的时候呢，他自己在心里面换算了一下，说他是不是就相当于主咖，就问我们，那导演组肯定说是。老师您既然已经坐在这儿了，我就告诉您，不是。有请不是主咖，仅仅是朋友的腾格尔。大家好，我是腾格尔。我要开始了，赛诺。开个玩笑，其实来这儿我很紧张，我不擅长脱口秀，我嘴笨，我会唱歌，但讲普通话我会跑调。我是内蒙古人，我的名字就是蒙古语，腾格尔是蓝天的意思，对，就是你们听到的蓝蓝的天空。你们以为天堂是写给老家的，其实是写给老几的。爱你老几。这2年大家知道我不只有天堂，我还翻唱了好多歌，大家都听过吧？听过。钢铁的翅膀，哒哒哒哒；草原日不落，哒哒哒哒；雪老虎叫，父爱循环。我的2创把很多人创飞了，其实是张韶涵先动的手，是他先翻唱了我的《天堂》。网友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你若毁我整个天堂，我必折你隐形翅膀。你们小心点啊！今天谁吐槽我，我就把他的代表作给翻唱了。太可怕了！吓你们的，你们哪有代表作啊？不想人家孙楠，南哥，人家代表作可多了。最出名的代表作，就是歌手总决赛表演的那首《逃跑计划》。我觉得孙楠的歌串起来，就是那天节目组的心情。本来跟他说好了，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。后来对他大喊：“你快回来！”最后急的汪涵说：“我拿什么
拯救。南哥的歌真好，你还退赛？你不唱，有的是人唱啊。我的歌就很难唱。有人说天堂只有我能唱，我本来也不相信，直到我听到了胡海泉唱，确实翻唱的。哎呀，那个唱的呀，差点给我送天堂去了。他自己 Q 了，他自己 Q 了。说实在的，听完有点生气，我也想对他的歌下手。结果发现，最近他也不怎么唱歌了，听说在做生意。生意我也做过，搞过餐饮，做内蒙古菜，黄了。我这个生意头脑不行，当时不知道牛羊肉能做预制菜。我不开窍，我跟不上时代。现在不仅菜能预制了，歌都能预制了。白小白，年纪轻轻500首歌。口齿听这么慢，年轻人太拼了，写那么多干什么呀？歌只要够好，一辈子一首就行了。蓝蓝的天空，清清的湖水。白小白，我就不多说了，毕竟他说我是他的偶像，而且已经有人说过他了。梁元追着他说了5年。白小白，梁元真是你的孽缘。为啥？我看过梁元的片段，到处点评别人。不管别人唱的怎么样，他都能叽里咕噜说一堆。不得不说，梁远的应变能力是真强啊，在我心里仅次于汪涵。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挺支持梁元这些乐评人，他们顶在前面装老登，招人烦，就没人烦我们这些真老登了。总得有人说真话吧，总得有人为乐坛发声吧，总得有人批评这些年轻的偶像吧。反正我对梁元没什么意见，他也批评不到我，我是个老头，可不是什么小鬼。这来女，我是第一次见，他们跟我介绍说他唱过黑神话。为什么要黑神话？明明是美丽的神话。解开我，啦啦啦啦啦。南哥的歌真好听，怎么又到我这儿了？你黑他干什么呀？黑神话这么来的？其实，哲来女跟我挺有缘分的，她跟我都上过歌手，
他跟我都唱过《孤勇者》。他评价自己的音乐是清水炖羊肉，不用加任何调料。你的音乐我不评论，但是你跟我这个那么个汉子提起羊肉，那我可忍不了了。清水炖羊肉，你不得蘸料吗？啊？你不蘸吗？蘸吗？蘸呀！以最卑微的梦蘸吗？蘸呀！太魔性了，太抽象了。你要问蘸什么？那当然的是海天金标蚝油，肉粒烹饪好搭档，鲜浓入味儿，烤肉香，腌肉嫩。我拿什么蘸肉？海天金标蚝油。我说我的商务输给谁了？南哥的歌真好，真好用啊！西里那里高，西里那里高，西里那里高，跟我一样是少数民族。维语意思是甜蜜的月亮。甜蜜的月亮，那不就是月饼吗？月饼糕。听说他是伯克利毕业的，挺好。反正我心中最好的学校是天津音乐学院，因为培养出了腾格尔。都说我翻唱什么都编成了我的歌，但我觉得翻唱就得有自己的东西，有改编，有创新，才是好的翻唱，不然就是模仿秀啊。年轻人爱听我的翻唱，那正常。我理解年轻人，因为我也年轻过。腾叔，我当年也是酷酷的腾。这都能连上。年轻人还愿意听音乐就挺好，音乐听谁的，应该让听众自己选择。我就不指手画脚，我还是手舞足蹈吧。我看最近很多年轻人都在跳我们蒙古族的抖肩舞啊，你们不知道啊？就是那个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腾格尔。腾格尔老师，您以后常来，我觉得您能把脱口秀打出一条新的赛道，就是不说光唱，真的演得太好了，是吧？再次掌声送给腾格尔。下面马上要上场的是胡海泉老师。开场的时候我提到了他的新专辑，他的新专辑叫《流浪者食堂》。我必须要再给海泉哥宣传宣传，太可怜了，真的发行半年了，现在在豆瓣上还是零人想听。真的，各位朋友，你们帮帮忙，去点一点想听，想听就行，不用听。有请零人想听的胡海泉。
大家好，我是全胡海泉。今天呢是这个音乐场哈，我以前其实来过这儿哈，那会儿那脱口秀那真的是如日中天啊。结果这2年呢，你看人家帮帮叫两拳多火，是吧？没事儿，今天我到这儿也算是来了一拳，你们的拳来了。来，隔空给我一个元首，来，OK， 今天现场咖不大，人还挺多啊。6个歌手，1个乐评人，有搞音乐的，有搞音乐的啊。搞音乐。然后呢，我们南哥和滕老师再加上我呢，我们仨唱的那些大家熟悉的歌呢，比其他嘉宾年纪都大。算得上是3棵常青树了啊！如果我们再凑2棵，咱们就5棵松，直接开演唱会，对吧？其实这几年呢，我到处上音综哈，然后唱了好多的那种新歌哈，但是呢，音乐上呢，大家呀对我的印象还停留在最美呀、奔跑啊，哪还有最美呀？现在就我四处奔跑吗？其实啊，我刚才说了啊，很多人呢说我那歌老哈，我那歌老吗？我1998年写的歌，那一年我妹希林刚出生，你们是说她老吗？对吧？但是我确实现在不太年轻了哈，这个最近稍微奔跑2下，然后就点深呼吸，然后这个稍不注意呢，就得去医院拯救一下啊，搞不好呢就直接奔天堂了。但是咱们腾格尔老师真的厉害。酷酷的腾，唱什么歌都能唱出腾式的感觉，而且他自己的歌也真的有特色。就是我特别好奇，咱们腾老师当时录音的时候是怎么录的那个歌啊？就是那个冷冷的天空，静静的湖水，这录的时候是不是踩电门了？而且还是那种电压特别不稳那种。从音乐类型上来讲，您这个属于民族电音。其实这个有点瞎说啊，我是在模仿乐评人，啊，梁元，你们平常是不是也这么工作的哈？就是说人家白小白，哎，说人家是什么下沉音乐，我跟你讲，我就特别不爱听这个下沉音乐这个词儿，你大大方方承认人家受欢迎有那么难吗？上亿的播放量啊！下沉，那相比之下，我最近这2年也太高高在上了吧？我就特别羡慕他啊！我本来是干流行音乐的，现在愣是给干成了冷重小门音乐，冷门小众，冷重小门非要当主持人，非要不让你给高兴上了。但是我现在还是每年坚持出一张新专辑啊，因为我相信呢，只要坚持，肯定能等到幸运和有缘人。就像今天，那哥们儿冷笑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你们今天回去现场肯定有人啊，不小心忍不住去搜我的专辑，而且那些忍不住搜专辑的人，肯定不小心能把那个想听点成播放的。扪心自问啊，你们就真的不想听听令人想听的音乐吗？小听。还说乐评人啊，人家乐评人啊，起码是听歌的哈，就是跟我们歌手是共生的。就我们不出歌，你怎么听歌啊？然后你不听歌，你怎么评价我啊？对吧，梁元？这个我这次来，我觉得你应该不知道怎么评价我。不然我考考你啊，维也纳的冬天和软饭不配菜，哪一首是我写的，哪一首是白小白写的？其实特别简单，软饭不配菜这么接地气的歌名，那一听的就是我的歌啊。对，好了，说了白小白厉害，
人家真是坚持过来的啊！同一首歌能坚持出7个 DJ 版，然后就出了500多首歌，2300多万人点了想听。我想对那2300多万的朋友说，扪心自问一下，你们是真的想听吗？我宁愿相信这2300万人都是不小心点的。开玩笑啊！来说说我妹啊，西林，我们真的很熟。然后之前我们俩还合唱过一个破圈的歌，叫这个《唯一》，真的非常优秀，连续4次登上春晚舞台。而且我们有一次啊，在录节目后台哈，他亲口跟我说啊，他儿时学会的第一首哼唱的歌就是我写的《最美》。哎，懂音乐，更懂人情世故。我妹西林娜依实在高。沈莱妮老师，我见过的最纯粹的音乐人，不假唱，不怯场，也不修音，但也不保证好听。如果我是你的制作人，我也会这么干哈，就是把你那个长处啊变得特别特别长，然后把那个弱点呢包装成特点啊。之前你在那台上唱歌的时候，我们在那个台下听笑了啊，其实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觉得你特别幽默。今天看到你在这儿，很为你开心，因为人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。我叫了30年的南哥啊，南哥孙楠。我之前说啊，白小白是孙楠的接班人，只有南哥这种行业里面有口皆碑、高风亮节的人才需要接班人。南哥呢，在行业里面那真的是没得说啊，当年退赛，说是给弟弟妹妹们机会，那我现在就问问你们，大家记住哪个弟弟妹妹拿冠军了？还是记住他退赛了，对吗？但最后那届冠军也确实是他妹妹，1971年出生的韩红妹妹。这事办的高风亮节，点个赞啊！好了，做个总结哈。哎呀，做了音乐这么多年哈，其实就是2个字：坚持。你看啊，南哥还在飙高音，我们滕老师还在搞抽象，我每年呢也还在写新专辑。哎，但最重要的是呢，哎，我们几个都非常坚持的总唱那几首歌，因为大家哎呀，就是还在坚持想听那几首歌。不过我最后呢，还是跟所有啊在音乐路上的朋友说哈，不要害怕冷门，不要焦虑流量，你写的每一个音符，唱的每一句歌词，都是在为这个世界留下一点属于你自己的声音。就像我一直坚持的那样哈，只要还有1个人愿意听，我就有理由继续唱下去，哪怕还是那一首。你在我眼中是最美，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。你的坏，你的好，你发脾气是节气的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。谢谢大家，我是你们的全爱胡海镇。吓我一跳！你发脾气是节气的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发现这些歌手来上这个节目，确实他们的行为都挺抽象的。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一个说脱口秀的人要凌空击拳这件事儿。你是多长时间没见到真实的观众了，还是？冷重小门那门得多小啊！还忍不住令人想听，大家就能点开播放，点开想听就不容易了。
哎呀，太可怜了啊！我就没事儿，做自己，继续在你的小门里面待着，好吧？在小门之前啊，我们先给大家讲讲大门里的事儿。豪门正统在海天，原汁豪肉熬出鲜，感谢鲜蚝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。怎么喝都好嚼，怎么嚼都好喝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。下一个要上场的是者来女，如果关注者来女的话啊，当然人也不多哈，但是如果你要是关注过，你就一定会看到过这样一张照片，就是去年她参加一个音乐节，然后被拍到唱歌的时候，台下有保安捂着耳朵，看到过这样的照片吧？啊，各位注意啊，就是一会儿大家如果觉得声音到了你该捂耳朵程度，就捂，不用顾忌。有请声音极有穿透力的者来女。Everybody, hands up！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者来女，也是曹梦飞、曹雨涵，当然网友叫我李翠霞。歌手播出以后呢，网友给我来了一个身世大揭秘，说我是波斯帝国的圣女，紫山龙王戴启思，也有人说我是《西游记》里的毗蓝婆菩萨。当然，孙悟空和网友都喊我老鸡婆，也挺好的嘛，都有一种神性在。就像网友形容我的音乐，神神叨叨的。我哪里神叨了？宝贝们，这儿才是神叨。当然，今天来到这儿呢，显得我也没有那么神叨了。既不像腾格尔、孙楠、胡海泉老师那么神，也不如白小白、梁元老师那么能叨叨。我今天呢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仙儿。我个人呢，非常喜欢腾格尔老师，他的成名曲《天堂》给了我住的地方。我爱你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天堂。腾格尔老师唱得太好了，动人心弦，你们不觉得他很性感吗？什么？腾格尔老师唱歌就是要我的命，腾格尔老师就是我的王心凌，爱你。孙楠老师真淘气，随便就退赛啊！但他虽然是15年退赛，24年他也去参加歌手救场了呀。别人呢带着新歌就过去了，他呢带着新歌的双眼皮儿就过去了。他真是开个玩笑，孙楠老师。孙楠老师说不是歌的，我觉得也不是。他就是年纪上去了，那个眼皮儿下来了。孙楠老师的双眼皮儿岁月如歌。梁元老师，一位自封的乐评人，学的是旅游管理，但居然能在音综评价歌手。他认为我唱歌没有展现民族音色，适合做幕后。你都在台前了，我凭啥去幕后呀？你要是这么认为的话，那现在我也有一个认为，我认为你适合当导游。
其实当导游也挺好的哈。吴克群就说过，好的乐评人就应该像导游一样，带着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音乐嘛。但是很难想象像梁元老师做导游是什么样的。他肯定会说，各位游客，今儿大家都白来了哈。今天我们的游览的都是些下沉景区。下沉。虽然这里有7700多万人游览过，但是这里空气差，风景丑，人文素质低，500多个建筑都像从一个眸子里刻出来的一样，建筑材料也单一，就是土。游客问他，梁老师，那看点好看的呗。他还得说，不行，这里风景有批评才有进步。梁元老师，恨你哟。白小白，说实话，我对你挺无感的，因为我都不认识你。但是听说你不喜欢梁元，嘿，我就来感觉了。宝贝儿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我觉得你的土歌挺好的。我爱你就像风走了千万里，从不问归期，像太阳升上歌曲，无论朝夕。这首歌词写得真好，适合我唱给腾格尔老师。胡海泉老师特别好，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大男孩。我呢都是偷偷的在他朋友圈给他点赞。我知道海泉老师也很喜欢我，因为在歌手的后台，他听我唱歌都偷偷的笑。喜欢，真喜欢，真喜欢，真喜欢。果然，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，对吧？我在上面唱，他在下面笑。梁元老师在旁边呱呱叫。海泉哥也爱你哦。我的粉丝呢，大家都知道叫折耳根，是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字叫折。很多人好奇我以前的粉丝叫什么，不好意思，以前没有粉丝。其实呢，歌手录制准备的时间特别短，虽然我呢尽力去准备了，但肯定和那些几十年有丰富经验的歌手相比呢有所不足。但没有关系，我会一直努力唱，唱到大家把手都放下来为止。这有什么呢？人有瑕疵才性感。有瑕疵才是我们真实的普通人。我们普通人不就是要强、努力、瑕疵多？当然，我不仅是个普通人，我还是一个普通的仙儿。Lady 啊 ，Lad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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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，Lady。累不累？不累再来一遍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折来女。这个歌手场，这个每一个，我觉得腾格尔老师怪您，怎么上来就都这么唱？你们平时是真没演出机会是吧？而且折来女不要老说瑕疵，在生活里面有瑕疵是很正常的，人不能完美，但是音乐作品还是能修一下啊。你要老不修吧，他不是下面要上来这个人
他会说你啊。写不出啊。太子也创作瓶颈了，这个主咖努力上进，能力全面。他97全能，我女儿粉他，我可不敢说。要不别，我女儿也是粉他长大的。到底是谁啊？是新一代飞鹤卓瑞，重磅升级，9味营养全覆盖，升级 HMO 组合专利，母源黄金配比，9大喂养效果看得见。飞鹤卓瑞还是太全面了，下期主咖全都靠他。马上要上来的这位朋友，梁媛儿。有人就说他名声不好，说他招人讨厌。梁媛儿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我特别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，因为你的名字里啊，缺一个字，缺一个海。梁海源儿，这名字多好听，是吧？梁海源的专场《天才的3个夜晚》全国巡演正在进行中，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支持梁海源。让我们掌声欢迎没有海的梁媛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梁媛啊，观众真热情。我参加过这么多的综艺录制，这是唯一一个台下真的欢迎我的。这我能感受到。一般都是这样，大家欢迎著名乐评人梁媛老师，底下观众，好，我找到那个熟悉的环境了啊！来到这个节目，我特别的高兴。以前啊，都得听完歌才能喷，每次还得忍个3-5分钟的。现在终于不用听歌了，我直接喷。开玩笑啊！我本来都不想来，但是节目请了白小白，那我怕他吐槽我还不了嘴啊，所以我得参加，我这叫防御性参加，啊，我不能让白小白白来，对吧？我来这儿还有一个原因啊，是因为这是张绍刚老师的这个暗箱操作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这节目一直挤兑他，挤兑好几年了，啊，张绍刚老师就怒了。就急了，说这么大一个娱乐圈，你们就找不着一个比我还讨厌的人吗？于是节目组就找我了，说这个张绍刚开心了。刚才后台我们俩还打招呼，绍刚老师说：“您可真是我的天赐良缘啊！”腾格尔老师啊，他采访的时候说他挺赞同我的观点。我是觉得呀，您赞同我，您倒是好好的上台唱歌呀，您不能您对我的观点 say yes， 您一上台 say no。腾格尔老师吧，成天翻唱，他这个翻唱啊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，就是用那个雷鬼的节奏。加上他那个粗犷的嗓音，大家马上就把原唱忘了。你什么成名曲都会变成腾格尔的再成名曲。白，你不是说现在歌不好推吗？我觉得你就等你的歌啊，让腾格尔老师翻唱，你的歌就火了。你也跟你公司说，以后你们就别买推广了，你就花钱买腾格尔。现在的很多人啊，都翻唱理解，啊，好听的歌啊，人都爱唱，啊，你像什么《隐形的翅膀》腾格尔版，啊，《无名的人》孙楠版，不好听的歌吧，他都没人愿意翻唱，比如什么呢？比如这个《最美婚礼 DJ 2026版》。海泉哥，啊，网友说海泉哥呀，这些年不好好做音乐了，
天天喝酒，机能严重下降，胡吃海喝全完了。这可是网友说的啊，这是网友啊。但是我觉得吧，这话也太难听了，对吧？每个歌手他都有不同的音色嘛，对吧？你看腾格尔老师，豪迈型，啊，孙楠老师高亢型，海旋老师酱香型，啊，一个歌手一般通过自己的声乐训练呀，能唱3个8度，好一点的呢能唱4个8度，咱海旋哥48度。53度，他还能喝一瓶儿。采访问他演唱会的事儿吧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演唱会卖座肯定是没啥问题，因为他也没有多少座嘛，还挺谦虚，对吧？”他这策略我是了解的。前几年他开工体，啊，这几年开 live house， 过几年呢就去 KTV 唱。KTV 挺好，适合海旋哥，那边从8度到48度都有。下手下手。现在网友啊吐槽咱南哥，说他唱歌的风格是 lay back， 经常掉拍儿。他这个唱法呢叫让2追3型的唱法，在舞台上显得非常的狡猾。一场演出呢，给那鼓手啊吓够呛。他是这样的，哎，突然掉，拍了又回来了啊，就这种掉了又回来，回来啊又掉啊，特别就像南哥这几年在华语乐坛的这种热度。舍来女，网友说您是这个低配版的龚丽娜，我觉得呀，这个说法不严谨。严谨的说，舍来女啊，原来确实是龚丽娜合唱团的一员，不过这就是全部了。特别像什么呢？特别像龚丽娜老师的一根猴毛。网友说她本名呢叫李翠霞，刚才她辟谣了。我要叫李翠霞，我也得辟谣啊。那李翠霞是歌手吗？那不是白小白粉丝吗？我甚至感觉李翠霞的老公就叫张绍刚。但事实是什么呢？事实是舍来老师呢确实换过好几次名，曹美菲不火呢就换这曹雨涵，曹雨涵不火呢就换舍来女。舍来女啊，我给你出一主意，你下次直接叫成龙，改名字就是你的这生存逻辑。唱流行乐不火，就说自己唱的是听众少的民族音乐，啊，嫌民族乐不洋气，就说自己唱的是世界音乐。你怎么神秘，怎么让人听不懂就怎么来呗。其实吧，你听不懂就对了。你们要真听懂了呀，像我一样，你会发现难听。你管自己叫河西走廊天籁，你真会给自己贴金啊！你看这种有文化的地方，就很容易给人一种感觉辽阔、遥远、高雅。那你要改叫浦东新区天籁呢，给人感觉是什么呀？街心花园扰民。还有就是，我希望每一个唱民族融合音乐风格的人啊，不要再宣传自己唱的风格是世界音乐。因为这个概念啊，是欧美人对他们自己不了解的民族音乐的简称。我们中国人做的民族音乐啊，可以大大方方的就叫中国民族音乐，不用改名，对吧？白小白啊，踩到我呀，没说我呢。白小白这个人的歌呢，非常的大众化，啊，平民化，这跟他的名字也相得益彰。你听他这名字白小白，像什么呢？就跟个洗衣液似的。啊，你等着。舍来女有首歌叫《屁》，我觉得这名字呀应该给白小白，他比较贴合。一旦有人在公共场合啊放了他的歌，都不好意思承认。
这节目不给麦克风啊，这节目。他怼不回去。哎，能闭你麦真好。我也有这种感觉，脱口秀的舞台就是比音综公平。你最不公平。说老百姓喜欢的东西就是好东西，那我也是老百姓啊，对吧？作为一个乐评人，我的年度单曲是什么呢？是宝宝巴士的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。哎，你们都会唱，也是你们年度单曲是不是？其实我在节目里问白小白啊，你的歌能引领你的听众去哪儿干什么？其实我觉得这问题也不难，对吧？我的意思是，你看我常听这些歌，能引领观众自己上厕所。当然了，白小白的引领还是很重要的，他给我引领了7700万人的差评。我现在对白小白的态度啊也改变了，我以前看不起白小白，被7700万人骂过以后吧，我现在啊对不起白小白。我觉得挺好，对吧？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舞台上发光发热，只不过我们碰上了互相不理解。我不理解白小白，白小白不理解乐评人，汪涵也不理解孙楠，张韶涵当然也理解不了腾格尔。最后说说乐评人，大家老说我硬蹭，我老挨骂，其实啊，我就是一内娱清道夫。长得丑，皮厚，吃鱼缸里的废料和垃圾。我好心清理鱼缸吧，还被骂。吃完废料告诉大家没营养，这东西不干净，别吃。可是吧也没用，大家态度都是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。然后还给我来一句我爱吃，你管得着吗？哎。对待我们的态度啊，也和对待清道夫一样，希望我们这些外来物种啊，早点滚出鱼缸。但是啊，不管怎么说，听别人的话再难听，我每天还是得趴在鱼缸底下，翻个白眼儿，看着鱼缸上面，在那儿念叨：“那鱼现在怎么样了？”虽然我在经历这些吧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音乐作品不可能每首都好，乐坛也不应该只有一种赞美的声音，对吧？这些话应该有乐评人讲出来。最后不讲虚的，作为一个乐评人，实实在在给大家推荐一张专辑。在我每次听完那些粗制滥造的音乐后吧，我都会用这张专辑来放空我自己，让自己找到纯真的美好。这张专辑是什么呢？是宝宝巴士经典儿歌200首。希望以后的日子大家能够自己上厕所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梁元。自己上厕所，爸爸妈妈，你们不要小看我。宝宝巴士教我上厕所秘诀，我等不及了，我要上厕所。完全不想感谢梁元。并且我也知道了他为什么招人烦啊！哪儿来的我盼着你天赐良缘了，而且别蹭我。不要类别，我现在是可爱路线。烦人劲儿的啊！懒得说他啊！马上我要介绍下一位要上场的朋友，白小白。给你麦，给你麦。
刚才我在后场口还在说，我特别感谢白小白啊，因为在种地第1季的时候，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种地的感恩音乐会，当时是邀请了一些音乐界的朋友来帮着他们撑场子，然后当时白小白就来了，非常感谢啊。迟到了3年，但是非常认真的感谢。也有人当时就说，说的歌土，说和节目的调性不符，我真的完全不同意，怎么就不符了？土的歌是不是就得在地里唱？对吧？那他一来，那土地是不是更土了？而且就特别合适，听白小白的歌，啊，听完了之后干活都有劲儿。掌声欢迎，歌土人有劲儿的白小白。